注意看，这个是网友在抓鱼的时候拍到水鬼抓替身的真实一幕。当时2只水鬼在疯狂的拉他下水，我们可以看到他就在拼命的挣扎，差不多整个人就要被拖下水里了。他突然看到草地上有祭拜用的蜡烛，随手一拿，结果就把水鬼吓走了，真是命大！快发给你最好的朋友一起看啊！晚上好啊，我是毛一方。每天翻开报纸的时候都会看到又有人溺水。世界卫生组织表明，平均每个小时就有30多个人溺水，平均每1年都有30万以上的人溺水死亡。即使数据那么可怕，但是假期一到，大家都是喜欢去瀑布、去海边玩水。可是就在这么多的溺水案例中，也隐藏着不少的水鬼抓替身事件。就像我们刚才播放的那个影片中的男子据说是一个渔夫，他每天都会去这个湖网鱼来维持生活的，一只2块钱，一天都可以卖个200-300块，算是收入也不错。男子也比较勤劳，不管风吹雨打，每天晚上8点他都准时去那边网鱼。这个湖其实离他家也不远，平时呢他都是和他朋友2个人一起去的。可是那天他那个朋友就身体不舒服，所以就没有去。那么巧，那天又是鬼节哦。他呢其实是不相信鬼神的，所以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胆大的他就这样一个人跑去湖边下网，结果就在他刚下水要准备放网的时候，突然就有2只水鬼游过来拉他下去哦。还好最后随手一拿到一个香烛，把那2只东西赶走了，要不然肯定就上报纸了。从此呢，他偶尔还会去钓鱼，可是要他下水不可能了咯。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水鬼要找替身呢？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跳水自杀的。大部分人应该也知道，跳水自杀的人如果没有人去超度他们那么他们每一天就在那边重复着自杀那一天的情况。简单讲，就是他那天自杀的心情，那天自杀的痛苦，每一天都要经历一次。如果他们放不下这些怨气，他们每天就只能承受着冰冷的湖水、窒息的感觉，还有放不下的痛苦。当然，也有一些是因为他们阳寿未尽的时候死在水里，如果怨气太重，也是不可以投胎的。这些怨气太重的魂魄就会变成水鬼找替身。他们找替身，其实就是要把自己身上的这些怨气转到其他人身上。即使他们这么做了，也不一定可以投胎，可是可以缓解他们的痛苦。其实只要他们肯放下怨念，那么也不会再受这些痛苦了。不过一般都是需要有奇遇才可以解脱。如果有一个师傅去超度他们，说不定马上就解脱了。好了，那么再和大家分享一个马来西亚溺水的事件。故事发生在20年前的一个学校假期，爸爸带着儿子回老家探望公公婆婆。半路的时候，儿子突然就想尿尿，爸爸看见前面有一个桥，就停了下来，叫儿子自己下车去尿尿咯。这个时候，在车中的爸爸突然听到儿子大喊了一声哦，转头看过去，儿子竟然砰的一声掉下了河里哦。爸爸当时就呆住了，想也没有想，就直接从桥上面跳了下去。那时候的水流也不算很急，爸爸也看到儿子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他就拼命的游过去，眼见就要抓到儿子手的时候，突然间他的脚被很多水草缠着了，越用力挣扎，水草就缠得越紧。很快的，爸爸就被水草拖进水里面去了哦。爸爸就在不断的挣扎，拼命的游了出来。不久后，爸爸幸运的摆脱了水草，游上了水面。可是这个时候，他的儿子的身影已经不见了。痛苦的爸爸只有拼命的往前游去。可是整个河里都是水草，爸爸几乎动不了啊。就这样，爸爸就在整个水草的河里艰难的向前游去，口里不断撕心裂肺的喊着儿子的名字。可惜的是，3个小时过去了，一点消息也没有。悲伤欲绝的爸爸就只好走回岸上打电话报警了。警察来到过后，就派了很多人开船在河里那边快速的搜索。几个小时后，不想听见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很不幸的，儿子是被找到了，可是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爸爸非常的自责，心里总是想着为什么我这么笨会被水草缠着？
要是没有这些水草，肯定可以救到他。慢慢的，爸爸也释怀了。可是每次回到家乡，经过那个桥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的停车下去看看咯。这个时候，一件更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那天，爸爸回家乡的时候，就停下车，在桥那边回忆起儿子的点点滴滴了。这个时候，他就看见前面有一个人在前面钓鱼。当时，爸爸就点了一根烟，走过去看他钓鱼了。聊着聊着，爸爸就随口问了一句：“这里下面全部都是水草，你在这边钓鱼不会卡咩？”这个时候，钓鱼佬就皱着眉头的想了想，就说：“什么水草？我家在前面罢了，我在这里钓鱼钓了10几年了，这里根本就没有水草。”那一瞬间，爸爸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中一样，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他回想起那天的水草，又很像不是水草的感觉了哦。过后再听附近的村民讲，原来这条桥发生过几次的跳河事件，也许是有一些东西不想让他去救儿子。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发生在彭亨州的，地点我就不讲了。每次看报纸的时候哦，时常都会看到彭亨州文东发生溺水事件。那么就和大家讲一个彭亨最有名的文东情人湖事件。文东是世界上第1的榴莲出产地，大部分的地方不是山就是水，市区也就那么一点点。每一次的假期，人们除了去吃榴莲以外，还会去那边一个很有名的旅游景点。据说越美丽的东西就越危险，这个美丽的名字背后，其实根本就是暗藏杀机呀。很多年前，一个19岁的学生在考完试后，就约了几个朋友去情人瀑布 BBQ 玩水了。玩着玩着，这个学生突然就不见了哦。那天是假期嘛，所以那边可以讲是人山人海，所以附近的人们都在帮忙的找这个学生哦。可是奇怪的是，这么多的人，那么浅的水，找了一天，竟然没有找到。消息传了出去过后，就有很多人自愿的参加了这个救援活动，他们都在那边不眠不休的找这个学生。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整个瀑布都翻完了，就是一点消息也没有。这个时候，他们大概也猜到学生已经遇害了。就在1个星期后，不想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诡异的是，他们找到那个遗体的地方，竟然就在他消失不远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已经有几百个人在那边重复的打捞，根本就没有发现。这一天，突然他就自己冒了出来。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No， 才刚刚开始。事发不久过后，那些参与救援的人还病死了6个，据说也包括了死者的爸爸。他们在参与这个救援活动过后就发冷发烧，全身没有力。去到医院的时候却查不出病因哦。其实是在救援的当中，他们就在死者消失的附近插青竹做记号。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插青竹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就在他们插下第1条青竹的时候，水里面就有一个白色头发长长的女鬼，突然从水里面冒了出来。他们几个当时都被吓跑了。然后过不久，学生才自己露出水面。这几个人当天虽然跑了，可是也活不了几天就病死了。当时这个事情传到整个文东都知道。过不久，为了解开这个事情的谜团，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师傅带着记者去这个情人瀑布那边哦。师傅一踏进去情人瀑布的那一刻，他脸上就变了。师傅就讲，情人瀑布的地理环境非常非常的阴啊。其实还没有到情人瀑布以前就已经很有问题了，因为去情人瀑布的途中会经过一个华人坟场，而且这个坟场的风水很有问题。而且这座坟场的山比当地的全部居民的屋子都还要高，所以这座山的阴湿之气就把这里附近都感染了，因此那个地方就叫死亡山。这里的道路更是弯弯曲曲的，就像蛇口那样有进没有出。这个地方其实也发生过很多的灵异事件。这个师傅是可以感受到灵体的，当他走进瀑布的时候，师傅就感应到这里其实有很多没有穿衣服的亡灵伸手向他讨吃的。据师傅讲，这里最少有500个以上的亡灵，有的是从坟墓过来的，有的是在这里溺水死的，他们都聚集在这里，
因为这里的环境就是他们最好的栖息之地。不过这些灵体一般是不会害人的。过后师傅就在这里念经超度那些孤魂哦，可是也没有发现水鬼在那里。过不久，师傅就指着前面没有人的石壁，他就讲那边有一个人不小心在这里淹死了。当时记者就看着那个空无一人的石壁，看着瀑布打出来的水花，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因为水花中隐隐约约的就感觉有一个白色的人影站在那边看着我。